风尘年岁不知久，沉没黄沙冰似球。苦守帝陵无终日，心生一定此间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茶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。藏起来的铜钱，满屋子的符咒，消失的记忆，谁都别想好好出去。本视频由温棉独家赞助播出，用了温棉护颈枕，肩颈疼痛不用忍。那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19年发布在天涯论坛上的崇州铜钱符咒事件。事情呢发生在青城神韵小区，而楼主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小时候就对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又爱又怕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恐怖竟然慢慢变成了好奇，后来更是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各种灵异探险活动，不过也都没有发生什么灵异事件。总之在多次尝试后，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。直到2019年，他发帖的时候32岁，并且特意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精神方面的药物，在经历这段恐怖事情的时候，神智也非常清醒。此外，跟他一同经历的还有自己特别有钱的朋友 A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或许 A 才是那个最倒霉的。时间来到2018年夏天，楼主跟朋友 A 前往崇州市的街子古镇游玩。由于当时他们带了2条狗的原因，所以住酒店基本人家都不会让。没办法，最后就只能在一个叫青城神韵的小区租了一个民宿，是一个连排的小别墅，环境装修都不错，而且出门就是景点。但是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采光比较差，还有点潮。可也就是因为这次游玩，才导致朋友 A 看上了这个小区，还说要在这儿买一套，以后想来度假了就过来住2天。这话你说谁能信吧？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呢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还没到2个月， A 就把当初他们租的那套民宿给买了。据他说，原房东在这个小区里一共有4套房子，不过也是在13年前后从当地一个大佬手里买的2手的，特别便宜。当然，房东卖给朋友 A 的价格也是按照当时市价卖的。房子本身装修家电啥的都有，只需要再加一套地暖除湿就行了，所以 A 基本就没有讨价还价，全款就给拿下了。房子入手后，在装地暖期间他就只去过1次，平时呢房子就那么一直闲置着。直到2019年8月份， A 和楼主他们再次来到了街子古镇，打算好好玩几天。可接连2个晚上大家都没睡好，房间实在是太潮了，就算是开着空调制冷的情况下，被子感觉都是湿的。于是在第3天，其他人就打算回去，而楼主则是留了下来。当时 A 叫了家政，要彻底清理一下墙上的霉菌。但恐怖的事儿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当保洁阿姨打扫到墙上的吊灯，把所有灯罩拆下来准备擦拭的时候，就发现8个灯罩里每一个里面都有一张黄色的卷纸。打开后，里面写的什么已经看不太清了，反正跟符咒差不多。这一下就给保洁阿姨和 A 整了一愣。随后 A 马上打电话联系了民宿老板，问是怎么回事。但老板给出的回答是自己也不清楚，从来没见过这些玩意儿啊。最终询问无果，他们呢就先用手机把这些符咒拍了下来，然后又进行了细节性检查，从3楼到1楼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。就在2个人找到次卧的时候，还真在床的钢架里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。这个房间本来是楼主这2天住的，床是那种可拆卸的钢架式。之前他躺着休息，就发现床总是咯吱咯吱响。起初他也没在意，毕竟这种床只要他一动就是这样，也算是一个特点了。之后俩人就把4个床腿都拆了下来，但映入眼帘的4个钢管里无一例外都整整齐齐的码满了发白的铜钱串，并且更诡异的是，在这个房间的空调管道里还发现了3只已经腐败的只剩下骨头的死耗子。这一点就很奇怪，因为耗子死了肯定会有腐臭味啊，还是在空调管道里。那之前那些租民宿的游客难道都没发觉吗？他俩是越想越复杂，甚至那2个保洁大姐钱也没要，屋子收拾了一半就走了。朋友 A 就只能重新找保洁。这期间 A 还跟楼主说了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他去年买完这栋房子装地暖那会儿，因为装地暖不是要把地板全都撬开吗？然后当时负责安装的工人就突然给 A 打电话，说地板下面有很多红色和黑色的毛线，一根一根的，而且还不是那种杂乱无章的感觉，
反而像是被人故意粘在了地上。A 听完呢也没多想，毕竟都扔了不就行了吗？所以他就让安装工人把毛线都给处理了。至于楼主在听完 A 的讲述后，俩人就商量，要不把厨房里没有装地暖的瓷砖撬起来一个看看。这次瓷砖下面倒是什么都没有，之前找出来的符纸也被他们一把火烧了。耗子骨头则是让保洁阿姨走的时候一并带下去。至于那一吊吊看起来很诡异的铜钱，被他们放到了物管处的保险柜里。等着一切处理完后，俩人愣是没敢多待，就直接回了成都。到了成都以后，朋友 A 第一时间就把当初一块出去玩的几个朋友都叫了过来，跟他们说了在房间里发生的一系列诡异情况。说着，楼主还拿出拍的照片给他们看，但诡异的事儿又发生了，就是他们下午拍的那些有关符咒、耗子尸体以及铜钱的所有照片全都消失了，甚至就连3天前大家伙在房子里的一些合影同样一张不剩。看到这个情况， A 也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翻看，真的是瞬间就能看到 A 的脸僵了，他手机里有关那栋房子的照片也不见了。其他几个朋友还以为是他俩串通起来演的呢。 A 知道这种情况解释也没用，就跟他们提议第二天直接过去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反正当时找到的铜钱还放在物管处。就这么的，第二天上午，一帮人就开车往那边赶。可刚上城门立交高架，楼主和 A 的车胎几乎是同一时间莫名其妙的爆了。幸好当时早高峰车速很慢，没出现什么安全问题。随后他们就打电话叫了流动补胎。等补完胎再次出发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但似乎这一路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们一样。几个人途经崇州怀远镇的时候，就在当地找了个特别出名的菜馆，打算吃个饭再出发。刚一进门还发现生意那是相当的好，随后点了一桌的特色菜，边聊边等。可结果上完菜刚吃第一口，大家全都吐了，因为肉是臭的。把老板叫过来，人家还特别强调，不可能啊，自家饭店的食材都是当天新鲜供应的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冷冻肉啊、隔热肉之类的，毕竟做生意嘛。后面老板就叫后厨重新做了一份，但结果同样如此，并且好像只有他们做的菜是这样。这整的一帮人连吃饭的心情都没了，直接就出门直奔目的地。等到了地方，朋友 A 就去物管处的保险箱里拿铜钱，打开一看，没了，全没了，里面空无一物。为此他们还特意去调了监控，只不过由于监控位置很高，画面不是很清晰，但能肯定的是画面里确实看到 A 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。因为前后还不到24小时嘛，所以是有完整视频的。但来回快进看了2遍，也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去拿过东西呀。大家都是一脸懵逼，包括物管处也解释不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消失。眼看着什么线索都没有，几个人就只能再次回到那栋房子。可更为恐怖的是，打开门后，楼主和 A 2个人呆住了，甚至一度怀疑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。之前不是也说过吗？楼主和朋友 A 为了查看厨房地板下面有没有什么异物，所以特地撬开了几块地砖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，厨房的地面竟然原封不动，没有一处损坏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不死心的楼主和朋友 A 又重新拆了灯罩和次卧的床腿查看，可结果都一样，就仿佛昨天2个人在这间房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而后 A 又打电话找到了昨天的第一家家政公司，问昨天来的2个保洁阿姨是谁，现在在哪儿，能不能过来一趟。但电话那头却明确地告诉 A 说，你昨天电话里确实预定了2位保洁阿姨，可你不是刚预定还不到2分钟就打电话又取消了吗？挂断电话， A 再次查看通讯记录，上面显示的没错呀，自己只打了1次。于是他又给第2家家政公司打去了电话，告诉对方说让昨天来做家政的阿姨今天再过来一次，昨天还有点活没干完。最后等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，2个家政阿姨才到。楼主和朋友 A 就跟见到活菩萨一样，赶紧跑过去问阿姨昨天有没有看到他们俩在厨房里把地板撬起来。阿姨听完先是一愣，说你俩昨天不是一直在阳台上聊天吗？后来聊了会儿说困了，然后你俩不就上楼睡觉了吗？还是我打扫完卫生给你喊醒的呢，走时候你还把一个黑色垃圾袋让我俩带走，你忘了啊？至于朋友 A 听完是怎么想的他不知道，
反正楼主是忍不住开始浑身发抖了，因为太他妈诡异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们俩到底在这栋房子里经历了什么，连他们自己都混乱了。究竟是俩人精神出了问题，还是遇到了灵异现象？期间他们也交流过很多次，都得不出确切的答案。只能肯定的是，他们俩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疾病，更没有吃过什么精神类的药物。而在事情发生以后，朋友 A 就把房子挂了出去，还没到1个月，房子就被卖掉了。关于俩人诡异经历，论坛上也有部分网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有的人说，这个事儿大概率上就是房子里磁场太强，导致他们产生了集体精神错乱。但是这个说法他们并不认同，因为如果是精神错乱，那物管处的监控怎么解释？视频里的确看到 A 拿着什么东西放了进去，而那个模糊的东西后来又确实凭空不见了。还有就是 A 交给保洁阿姨的破旧毛线绳又是哪儿来的呢？诡异，只有诡异。如果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你们的猜测。讲了这么半天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，晚上经常熬夜晚睡，因为长时间玩电脑，天天低头看手机，肩膀脖子是不是常常又酸又痛？如果你也有这个烦恼，听我的，这款温眠人体工学护颈枕就非常值得一试，有助于保护颈椎，更助于睡眠。首先从我自身讲，我睡了也快1个礼拜了，感觉确实不错。以前我最习惯用这种普通枕头，会觉得脖子不太舒服，起来浑身不得劲儿。现在用了这个护颈枕，这个颈托稳稳把我的脖子托住。大家仔细看，用普通枕头的时候，脖子下面非常多的空隙，就像过河的独木板，全靠它在使劲儿。久了，这颈椎能受得了吗？而这个颈托就像在桥下面给它一个柱子支撑，睡觉力气就省了，脖子也不会累，不就能保护颈椎了吗？再看看护颈枕用的记忆棉，摸起来感觉比棉花还要硬一点，但是它能根据你头的重量自动调节适合你的高度，这不就完美贴合脖子了？这对颈椎的保护不强吗？大家都知道仰睡对人体最好，可是有些人不侧睡就睡不着了，怎么办？那这个枕头侧睡区就很合理，故意抬高的设计就是避免肩膀被挤压，保持颈椎始终都是顺的。不像普通枕头睡久了，颈椎长时间被压迫，血液不流通，肩膀就会非常酸麻。而且还有2种高度选择，适用不同的睡觉习惯。所以这块枕头仰睡侧睡都能保护好颈椎，只是这种枕头确实少见。那万一有朋友真睡不习惯呢？放心，他们家承诺33天免费试睡，不习惯直接退，睡坏了也不用担心，2年之内枕芯质保，睡塌睡裂免费换。我还特地去看了他家的评论，普遍都说睡得很舒服，能缓解酸痛感。再来看看权威的有关的文献证明，记忆棉在缓解颈椎酸痛上有一定作用。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价格怎么说？现在在我评论区能领个大额券，原价快400的枕头，现在只要200多，比你直接在某宝下单还要便宜好几十，平均每天只要花3毛多。要是因为没睡好影响工作效率，迟到，颈椎严重一点的去医院，那花的钱可是大手笔了。最后祝大家颈椎健康，睡个好觉。下面给我投稿故事的粉丝跟我讲了2件他从上学到实习期间经历的撞鬼事件，而且是那种生生给他从床上拽下来一直拖着走的程度。她呢是个女生，从小就能看见那些东西，不过她跟第一个故事里的楼主一样不信，然后还作死去疯狂求证。在她上高中那会儿，学校里特别流行一本恐怖小说，里面就写了一些所谓的招鬼方法。她就和几个玩得好的朋友一起看，里面什么笔仙碟仙这些老玩意儿他们早就玩腻了，也确实没有见到什么阿飘，一直到他们看到了一个敲门法。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就是要在黄昏太阳半下山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玩游戏的人都要在一个没人住的房子里先抽签，再按照抽签顺序，每个人都要出去敲4下门，屋里的人要说进来吧，接着就由下一个要出去敲门的人去开门，换人继续敲。如果有阿飘，开门的时候就会看到鬼站在敲门人的身后。但就是因为这次作死游戏，他差点就记了。因为他们是寄宿生，周末可以不回家，所以到了周六，他们寝室的6个人就找了个破房子开始玩这个游戏。结果肯定是没有看到阿飘啊，于是他们就重新返回了宿舍。然后大概到了晚上10点熄灯以后，他对床的室友就开着手电筒看小说，而那个亮光呢会照到他这边的床上。就在他面对墙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影子，一个倒着的人头，还有头发，
慢慢的从他的上铺垂下来。但是他当时上铺是没有人的，只放了一些杂物在上面，他就被吓懵了，于是赶紧让对床的室友把手电筒关了。关了以后缓了缓，恢复了一下视力，再一看那个影子还在，特别黑，就停在中间。他就赶紧下床，跑到对面床上去问他，说你看到我床上这个墙上有东西吗？他说没看到啊。之后他让室友用手电筒直射那面墙，结果那个影子又开始往下移动，头发已经飘到了他床上，脖子特别长。他又问对床，说你真的看不到？他说啥东西啊，你别吓我。而其他的室友也被俩人给吵醒了，一问他们同样看不到那个影子。那没办法了，他又不敢回去，就只好跟对床室友挤挤。但是吧，人有的时候就是作，他蒙着被子露出一个缝，还在那偷看，就越容易出事，他越好奇。等他这次看的时候，那个影子的头已经到了他枕头上，就脖子连着头倒在那儿，一团黑。紧接着他室友就突然一下坐了起来，咧着嘴对着他笑，眼睛也直勾勾的盯着他。他还问呢，说你咋了？下一秒他室友就直接把他按在床上，死死掐着他的脖子，用力推他，根本推不动。后面好在是其他室友醒了，才好不容易把俩人拉开。而这个室友在清醒以后就说只知道自己是睡着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第二天他和对床的室友就发了烧，请了周日的自习假。两个人各自回家以后，他肯定不敢跟家里人说作死的事儿啊，就只是说感冒了，简单吃了点药，他就直奔房间开睡。睡醒的时候已是黄昏，他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，睁开眼睛差点撅过去，因为就在他床上站着黑色影子，一动不动。他就和那个东西互相僵持，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被抽离了一样，视线开始模糊，感觉有人在拖着他的脚走。本来他发烧就昏昏沉沉的，挣扎也挣扎不了，想大声喊只能发出很小的动静。他没办法，就任由那个东西拖着自己。他形容当时的感觉特别想吐。后面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就听到有人的声音，是个女生，好像在赶什么东西。他费劲巴力地睁开眼睛，什么也没看到，而那个黑色影子也不见了。但是他的确躺在了地上，随后瞬间弹起，把房间的灯打开，坐在书桌前面的凳子上一动不敢动，也不敢跑出去，汗毛估计都是竖起来的。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吧，家里回来人，他才稍微放松了下来。吃过晚饭，想着第二天还要上学，他就准备睡前再看会儿书啥的。结果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又来了，他知道肯定有东西啊，这是。然后他爸妈的房间呢，在屋的另一头，还要穿过客厅，他也不敢跑出去，就大声喊爸妈，但是没人搭理他，叫了好多声，爸妈就跟没听见一样。他都觉得自己下一秒是不是要记了。随后突然一下子，后面就有人用力推了他一把，他直接从凳子摔到了地上，并且突然还有好多刺耳的声音重叠在一起，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他就把眼睛闭上，一个男的随即出现，穿得很旧，样子很凶，头发是长的，就那样继续盯着他，嘴里一直在说什么东西，但是他耳边只有刺耳的声音。就在他感觉自己要死了的时候，之前听到的女人动静又出现了，好像还是在赶什么东西一样。之后那个男的就消失了。他一边哭一边跑到爸妈的房间，把这件事原本说了一遍。为此他还被骂了很久。后面他们找了自己外婆，不知道做了什么。总之这之后他就再也没看到过那个男的了，更不敢作死玩什么招鬼游戏了。后来实习的时候，他租了个房子还挺大的，当时就直接拎包入住了。最开始住进去那会儿倒是还好，可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他每天就有点嗜睡，白天没啥精神。起初他以为是自己要来姨妈了呢，因为他每次快来的时候都是这种情况，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儿。就这样又住了几个月吧。有一天他回到家，真的实在太累了，澡都没洗，躺在床上倒头就睡。睡到大概凌晨2点左右，他醒了，准备起床洗个澡，但是刚想去开灯，就发现自己怎么都起不来。不是鬼压床哈，就感觉被人固定了一样。当时他是背对着墙睡觉的，然后就感觉有人在用力掐他的腰，低头一看，一双特别白的手，很硬很干巴，就掐在他腰上面。然后慢慢的就有个身体开始贴着他的背，特别冷，特别惊悚。他就开始死命挣扎，
不仅一点用没有，反而把他掐得越来越紧。到最后，那个人完全贴在了他背上，靠着他说话，说你为什么要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你为什么要在这儿？一直重复，语气特别恶狠，并且贴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直接把他勒到窒息了。之后他就晕了过去。等有知觉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已经站在了他面前，估计是看他醒了，就又伸出手掐他的腰，又开始贴他，越来越近。他整个人都是硬邦邦的，超级疼。他就在心里念阿弥陀佛，辱骂啥的都没用。下一秒，他再次被疼晕了过去。第二次醒来，他整个人就被拖着走，是真的被那个女的拖在地上，就那么扯着他的脚，把他拖到厕所的方向。这种情况其实也没啥害怕了，心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他就开始疯狂猛骂。然后那个女的回头看了他一下，就莫名其妙消失了。那天晚上他压根不敢睡，一直熬到了天亮。等第二天他没有回家住，而是去了朋友家。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打算搬家了，后面搬的时候再次回到那间房子，收拾完东西午睡了一会儿。他还天真的以为大白天的应该不会有啥事儿吧，自己都要走了。结果那女的又来了，一直在那大叫，说你为什么还在？你为什么还在呀？又贴在他身上。他害怕呀，就赶紧在心里说，我收拾完东西马上走，你不要贴我了，真的很痛。没成想过了一会儿，那东西真把他放开了，他就赶紧跟着坐起来，而那个女的就站在厕所门口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把所有东西搬走。最后他也没办理退房手续，直接告辞了。而事情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能直接碰触到人的鬼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只能说那个女鬼挺狠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，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有相关经历的，可以直接后台私信阿茶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